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脂肪是否能局部减少。如果单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大家，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就是脂肪不能局部减少。但有意思的是，无论对这个概念是否明白，我们经常在健身房里面看到，想减腹部脂肪的人在练腹肌，想减腿部脂肪的人在练腿部肌肉，想减臂部脂肪的人做很多的站姿绳索臂屈伸。好像一到健身房，很多人就开始犯糊涂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脂肪局部减少的问题。首先，我来讲讲脂肪是如何减少的，也就是甘油三酯转变为热量的过程。要知道，当身体需要能量时，甘油三酯才有被分解的可能性。发生的条件是身体热量的支出超过收入。再强调一遍，身体的热量收支平衡被打破时，热量需求高于热量收入时，甘油三酯才会被用来分解。如果收入的热量高于支出的热量，一切减少脂肪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因此，脂肪减少的先决条件就是热量的收支问题。甘油三酯会被乙脂肪酶、胆固醇酯酶水解为1个分子的甘油和3个分子的脂肪酸，然后被水解后的甘油和脂肪酸进入到血液里。先来看脂肪酸。脂肪酸在体内会分别转化为乙酰辅酶 A、氢原子和碳水化合物等物质，最终转变为 ATP、水和二氧化碳。产生的 ATP 用于身体活动，释放了大量的热量。脂肪酸会被血液带入到内脏器官和肌肉之中。对于内脏器官而言，脂肪酸可以带来内脏器官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对于肌肉而言，脂肪酸进入线粒体后被氧化，提供肌肉在运动时所需要的能量。再来看甘油，甘油同样会被血液带到身体的其他组织中。注意，带到肝脏里面的甘油会被分解为葡萄糖，葡萄糖会被血液带到身体组织内，尤其是肌肉组织内，经过氧化产生能量。可见，甘油三酯被分解的过程是发生在身体内部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需要酶的参与、血液的运输、内脏器官的转化、细胞内部的氧化，最后被身体组织利用。这一连串的过程决定了脂肪的减少不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一个局部的区域内，各种身体组织协同合作才能完成这个工作。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脂肪不能局部减少。通过我们分析脂肪减少的过程，可以发现酶类物质、血液循环以及氧分子在脂肪减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血液循环对脂肪的分解作用。研究表明，血液循环可以加速脂肪代谢的速度。循环好的位置，脂肪酸参与功能的效果好。因为血液循环将氧分子运输到身体各个位置，这些氧分子为细胞提供活性氧，可以加速脂肪分解消耗。而且血液循环还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废物，从而改善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脂肪的消耗。所以很多人在腹部和臀腿部容易堆积脂肪，除了性别和遗传因素的原因，造成不同人不同位置的脂肪数量不同，还有就是久坐的生活工作习惯，造成了这些位置血液循环不畅，从而让脂肪堆积。通过血液循环对脂肪代谢的促进问题，让我想起有一个地方的脂肪也可以局部减少，那就是肌肉中的脂肪。在脂肪的那期视频中，我提到过，身体的脂肪主要分布在3个位置：皮下储存脂肪、内脏器官外围储存脂肪、肌肉储存脂肪。皮下脂肪和内脏器官脂肪是无法局部减少的，但是肌肉中的脂肪可以通过训练而减少。其中的原因是，经常训练肌肉，让肌肉内部的血液循环加速，及时为肌肉带来了营养和能量，同时代谢掉生成的废物。在这种高速的血液循环物质代谢下，肌肉中的脂肪被减少的比率增加了。在人体解剖实例中可以发现，长期训练的肌肉中脂肪的含量较低。注意，这并不能说明脂肪可以局部减少，只能说明血液循环对脂肪代谢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同的情况就无法发生在皮下脂肪和内脏器官脂肪上了。因此，训练腹肌可以影响腹肌中的脂肪体积，但是看不到腹肌的原因其实是肚子上的皮下脂肪厚。那么训练腹肌和看到腹肌是两回事儿。
同样，训练腿部肌肉可以影响腿部肌肉中脂肪的体积，但是无法减少阻碍你看到腿部线条的皮下脂肪。臂部也是相同的道理。当然，在今天这样的科技时代，可以采用一些手段对脂肪进行局部减少，例如吸脂手术。吸脂手术是指使用吸脂机将超声波或微波等物理能量注入到脂肪组织内部，使脂肪细胞及其结合物膨胀脱脂，然后用吸头从皮肤表面吸出脂肪组织，达到局部减脂的目的。吸脂手术可以用于消除各种部位的脂肪，例如腹部、臀部、腰部、大腿、上臂等，尤其适用多处脂肪塌陷性肥胖。注意，除非是皮下脂肪很厚，只是一般脂肪偏高的人是不适合使用吸脂的方法的。还有就是注射溶脂针，溶脂针其实就是卵磷脂、脱氧胆酸盐以及乙醇的混合物。溶脂针是一种非手术类的减脂方法，它在皮肤表面注射含有溶脂物质的药物，例如骨轨醋酸或肾上腺素，以减少脂肪层的厚度，从而达到局部减脂的目的。注射后，药物会对脂肪细胞产生损伤，使其失去能力，从而减少脂肪层的厚度。但是，一项新进的超声波检测研究有以下结论：溶脂针根本就不能有效而持久地减去局部脂肪，还可能造成注射部位发炎。因此，不通过外力作用，脂肪是不会局部减少的。是否去选择以上两种方法去减脂，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脂肪减少的先决条件是热量的收入少于支出。当身体需要能量，但是摄取的能量又不足时，脂肪才有减少的可能。身体的脂肪，也就是甘油三酯，作为能量时，需要酶的参与、血液的循环、内脏器官的转化、细胞内部的氧化，最后被身体组织利用而消耗掉。这一系列的过程决定脂肪不能局部减少。经过长期训练的肌肉内部会发生脂肪的局部减少，这得益于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皮下脂肪和内脏器官脂肪是无法局部减少的，因此训练哪块肌肉不能减少覆盖在那块肌肉上的皮下脂肪。现代科技可能有局部减少脂肪的技术，但是是否尝试和使用就见仁见智了。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